演完李沁妈妈，又演杨子婆婆，46岁的她颜值仍然在线。随着电视剧《承欢记》情节的不断发展，剧情也变得越来越吸引人。特别是当杨紫、何赛飞和邓英3名女性同时出现在镜头前，这无疑是一场演技的大比拼。尽管大家都在关注她们3位的表演和情节，但当这3位女性同时出现时，邓英这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女性却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焦点。尽管杨紫年轻且颜值高，但她的气质并不出众。何赛飞虽然还保持着那种气质，但她那出人意料的角色确实令人感到困扰。而邓英则是一个温文尔雅、高贵典雅的女子，她的美丽就像刚从水中绽放的芙蓉。尽管邓英在知名度上可能不及何赛飞和杨紫，但美只是她最不显眼的一个特点。但在其他方面，邓英的经历并不逊色于他们。邓英在22岁时首次亮相是在《西游记后续》这部作品中，尽管她已经参与了50部电视剧的演出，但在24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却被称为婆婆妈妈专业户。到了46岁，她依然坚守单身生活。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在《承欢记》这部作品中，最受观众瞩目的无疑是男主角与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戏份，紧接着可能是2位母亲在剧中的表现。在剧中，由何赛飞扮演的承欢的母亲刘婉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抚养她的女儿，她对女儿的爱是深沉的，希望她过得更好。然而，她所爱的人是典型的中国父母，具有强烈的控制欲和强烈的压迫感。例如，当承欢决定回家整理物品并准备搬离时，承欢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道德的束缚。你为何在9岁时不告诉我要自由，但现在29岁的你却告诉我要自由？这样的爱情犹如湿漉漉的棉被，让承欢感到呼吸困难，甚至想要逃离。邓英所扮演的男主角的母亲陈德京也表现出相似的矛盾情绪，她甚至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比刘婉玉还要糟糕。陈德京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个体，拥有一位事业成功的配偶和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无疑是生活中的赢家。正因为如此，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承欢，只是他作为上层领导的修养并没有在众人面前展现出来。陈德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得非常美好，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早已破败不堪。丈夫的不忠和儿子的不服从，让陈德京感到骄傲的仅仅是他只剩下了一个空壳。邓英成功地塑造了陈德京那种清新、端庄、高傲和注重面子的形象，特别是在面对生活困境时，他对破碎感的处理也非常精准。他需要展现出恰到好处的表现，不能过于放任，因为这与角色的形象不太匹配，也不能过于收敛，因为这与剧情不符。与何赛飞所扮演的刘婉玉明显的演技相比，邓英的这种低调自然的演出显然更具挑战性。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观众不仅对邓英的表演技巧感兴趣，还非常看重她的外貌，因为她在剧中的美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邓英此刻已经年满46岁，回首她年轻的日子，那才是真正的倾国倾城的美女。邓英与何赛飞都是浙江出生的，邓英出身于一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并且从小就展现出了在艺术和表演方面的非凡才华。邓英在年幼时特别热衷于歌唱和舞蹈，再加上她小时候相貌出众，因此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晚会上。然而，邓英最初并没有考虑成为一名演员，她的梦想是将来成为一名越剧演员，继承中国文化，并在戏剧舞台上实现自己的表演梦想。常言道，越剧的精髓在于舞台上的1分钟和舞台下的10年努力，因此邓英付出极大的努力，只为有一天能成功进入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何赛飞在那个时期也是一位杰出的越剧表演者，他曾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供职，并因其在《舞女拜寿》中的出色演绎而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假如邓英在那个时期成功的被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录取，那么邓英和何赛飞可能就能提前相识。尽管邓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命运似乎总是那么神奇，他最终还是被逼无奈地选择了演艺这条道路。金子在任何地方都有其独特的光芒，但邓英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进入了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并在毕业后不久就获得了他的首部作品，那就是《西游记》续集中樵夫的配偶。当时的邓英还很年轻，眼睛明亮，牙齿洁白，那对大眼睛充满了深情和温柔，因此她很快就被选入团队，在《凤在江湖》中扮演黄莺公主。后续，邓英主要扮演的角色都是配角，但对于她这样热衷于表演的人来说，角色的大小并不重要，只要她能够锻炼自己的演技，就完全值得她去扮演。经过几年的配角生涯，邓英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她在《微情杜鹃》中扮演了女主角柳香媛。邓英这是她首次扮演女主角，她对这个角色非常看重，因此她参考了许多相似的角色，并观察了那些在生活中既能工作又能照顾家庭的女强人。经过不懈的努力，邓英成功地将柳香媛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角色，给众多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然而，在这之后，邓英并没有选择继续扮演这一类型的角色，而是决定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在那段时间里，邓英多次出演了悬疑剧、刑侦剧、言情剧和古装剧，其中大敦煌中的真娘角色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敦煌这部作品中，梅朵这一女主角是由被称为万人迷的陈好扮演的，但当邓英出演真娘这一角色时，许多观众的目光都被邓英所吸引。邓英所扮演的真娘角色充满了古老的韵味，仿佛她真的是从壁画中飘然而出的佳人。尽管她佩戴了众多的黄金饰品，但她的美丽并未被夺去。因此，在那之后，邓英在《女娲传说之灵珠》中扮演了拯救3界的女娲娘娘，她无需过多的特效加持，就将角色的怜悯和慈悲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邓英在那几年能抓住机遇，多出演一些古装美女，她的事业可能会比现在更好。但是，在这些年的职业生涯中，邓英所扮演的角色都相对复杂，因此始终没有出现过一个特别引人注目或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另外，邓英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保持低调，她不参与综艺节目，也不接受代言，甚至很少进行采访，这也是她一直未能走红的原因。然而，无论如何，邓英不仅颜值出众，演技也相当出色，这让她成为了现今被称为婆婆妈妈的专业人士。对女性演员而言，真正能够扮演妙龄少女角色的时间只有寥寥几年。随着年纪的增长，即便是依赖医美，也很难真正展现少女的活泼与魅力。近期《如懿传》受到了众多网友的重新评价，很多人都表示，周迅扮演的如懿看起来年纪大了，完全失去了角色年轻时的活泼，甚至带有一种老人的氛围。周迅在年轻时的确拥有出众的美貌和魅力，但考虑到她现在的年纪，想要扮演18岁的少女角色似乎不太合适。刘晓庆之所以被称为不嫩装嫩，是因为她在70岁时仍然坚持演绎少女角色，尽管她参与了许多经典的演出，但观众至今仍对她的不嫩装嫩行为持有嘲讽态度。邓英对此深有体会，作为一名女演员，勇敢地尝试各种角色固然重要，但观众的观感同样不可忽视。因此，邓英很少选择年轻的角色，而是更倾向于扮演与自己年纪相匹配的婆婆妈妈形象。然而，真正有才华的演员，即使扮演相似的角色，
也能展现出不同的精彩。近些年来，邓英在如《我们的青春期》《海洋之城》和《心跳源计划》等现代影片中都扮演了主角的母亲角色。邓英不仅在现代戏剧中有出色的表现，她还在多部古装戏中扮演了母亲这一角色。例如，在《烟雨赋》中，她扮演了秋烟的正式母亲；在《锦绣南歌》中，她饰演了李沁的母亲沈夫人；而在《燕云台》中，她则是孟子义的母亲李夫人。在日常生活中，邓英除了表演外，过着简朴的生活。有空时，她会选择外出旅行或参观美术馆。这样的生活既简单又令人愉悦。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邓英如今已经年满46岁，她的婚姻状态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她外出旅行时拍摄的照片大多是单身，因此可以推测她至今仍然是单身。目前承欢季尚未完结，邓英所扮演的陈德京和杨紫在承欢的角色中还有许多与婆婆的戏份，两位演员的演技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知道谁会更胜一筹。邓英是一个低调但才华横溢的人，她始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表演和工作中，既不辜负观众的期望，也不辜负她作为演员的身份。更令人敬佩的是她的专业态度。她曾多次作为主角大放异彩，但如今46岁的她已经能够安心地扮演配角，甘愿成为配角。正如电影《喜剧之王》中所描述的，一个戏剧作品中不可能总是有主角，同时也需要各种辅助角色，这样才能确保整部戏的完整性和出色的表现。